在时尚的轮回中，高跟鞋被女性无情抛弃，而男性这边则是放下了对皮鞋的钟情。你有多久没穿过皮鞋了？曾几何时，皮鞋不仅是男士们展现成熟与稳重的标志，更是商务场合中不可或缺的装备，与手表、领带一同构成了成功男士的标配。正如电视剧《繁花》里爷叔对阿宝的谆谆教诲，宁可衣服蹩脚，皮鞋无论如何要讲究。然而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，皮鞋的失宠在不经意间到来。如今打开鞋柜，恐怕没几个年轻人会有皮鞋，即使偶尔出现，往往也是几年才穿一次的摆设。在此背景下，曾经国内那些以男士皮鞋为主的品牌，一个个都混得叫苦不迭。典型的案例就有着中国鞋王、男鞋第一股之称的奥康皮鞋，已经连亏3年。其创始人王振涛面对惨淡的业绩，无奈感叹：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还穿皮鞋？为了扭转惨淡的业绩，奥康这些年玩了不少新花样，比如2015年开始就做斯凯奇的内地代理商，2019年学习南极人卖商标搞贴牌，甚至前段时间还高调宣布要跨界收购无锡的一家芯片公司，转型为科技企业。连皮鞋王都快混不下去了，更别提其他2、3线品牌了。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回顾下一代皮鞋之王奥康的品牌故事，思考为何皮鞋会被时代抛弃。浙江温州皮革产业发达，有鞋都之称，带小姨子跑路的黄鹤老板就是温州人。奥康作为国内的皮鞋品牌之首，自然也出自温州。创始人王振涛正宗温州人，少年辍学之后，先是在武汉干了3年木匠，赚不到钱，又去做了几年阀门推销员。有次他去武汉跑业务的时候，在南昌停留了一会儿。彼时的南昌8·1广场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皮鞋展会，王振涛看着热闹的人群，好奇地走进去转了一圈，没想到就这一看，让他误入邪途。展馆里，他遇到了几个温州老乡，老乡告诉他，现在皮鞋特别好卖，一双皮鞋10几20块，一天能卖几百双，而且都是现金现结，比你卖阀门货到汇款好多了。王振涛听闻大惊，回家之后就找到那几个同乡年轻人，要拜他们为师。于是半年之后，王振涛摇身一变，变成了一个鞋佬。他在武汉一家国营商场里租了一个柜台，专门贩卖温州皮鞋。由于价格低廉，供应稳定，生意很快便有了起色。没多久，他一个柜台的生意就顶上了旁边好几个同行。然而，仅仅过了1年，一场意外让他的皮鞋卖不动了。1987年，杭州武林广场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火烧温州皮鞋事件。浙江工商局一把火烧毁了从全国各地查处的5000多双劣质温州皮鞋。事情的起因是，当年温州的皮鞋产业太发达了，全国各地都跑到温州进货。一些黑心商家为了赚快钱，就故意生产劣质皮鞋，这导致温州皮鞋口碑越来越差，有了一日鞋、成婚鞋等外号，意思是早上买完，晚上就坏，只能穿1天。火烧事件后，温州皮鞋受到重大打击，市面上很多店直接挂上本店不卖温州鞋的条幅。王振涛卖的鞋虽然不是伪劣产品，却也因此受到牵连。他的柜台被当地工商局查封，价值20多万的皮鞋也被没收。更让王振涛感到难过的是，这种对温州鞋的不信任愈演愈烈，后来发展到对温州商人的人身攻击。行业危机之下，别人劝他抓紧改行，但他非但不改行，反而有了个大胆的想法，他要自己建鞋厂，去洗刷假冒伪劣给温州鞋、温州人带来的耻辱。1988年，23岁的他东拼西凑借了3万块钱，创办了永嘉奥林鞋厂。为了重塑温州鞋的声誉，他亲自去跑市场，听取客户建议，严格把关鞋的材料和款式，并投资引进了一套先进的生产流水线。2年后，王振涛注册了奥康商标，带着自己生产的鞋子重新回到武汉、鄂州等地的皮鞋市场。他丝毫不避讳自己卖的是温州鞋，反而显眼地标出产地温州。不过，温州的坏名声依旧很大，王振涛几个月都没卖出1双鞋。后来实在没办法，他提出了坏1赔2的宣传，打消了不少客户的疑虑。结果10天内，积压的4000双鞋子都卖光了，逐渐在武汉打开了名头。第2年，王振涛找来投资人，扩大生产规模，把武汉经验推广到了全国各地的商场。最终，奥康皮鞋凭借过硬的质量和时尚的款式，成为全国性知名品牌，火遍大江南北。到1998年，奥康皮鞋销量登顶，王振涛也被冠上了中国真皮鞋王的称号。但与此同时，市场上又冒出了一批伪劣温州皮鞋，甚至还有盗版的奥康皮鞋，这对王振涛来说无法忍受。
于是他干了一件大大增加奥康以及温州皮鞋声誉的壮举。他主动出击，在全国各地搜寻了几千双假冒奥康鞋，然后运到杭州，同样在武林广场自己点火，把几千双假鞋全烧了。时任温州市长对此评价道：“这把火可以写进温州的历史，这把火改变了温州鞋，改变了温州民企。”当然，在媒体的渲染下，这把火也让奥康皮鞋火遍全中国，品牌形象深入人心。此后的奥康发展尤为顺利，2008年到2012年，营收从10.79亿元猛涨至34.55亿元。2012年，奥康国际成功在 A 股上市，成为男鞋第一股，一时风光无限。巅峰时刻，王振涛豪言壮语，在奥康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这3个字，只有不可能。但王振涛很快就被打脸，公司未能摆脱上市即巅峰的厄运。此后，无论是业绩还是门店数量，都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。原因很简单，一是皮鞋不好卖了，年轻人根本不穿皮鞋；二是电商的冲击下，传统渠道不好做。其实，王振涛早就看到了皮鞋行业的未来，也试图更换赛道，压住休闲鞋。比如2015和2017年，奥康分别拿下了斯凯奇和彪马的代理权，想要在运动鞋业务上走出第2曲线。但奥康拿下的这2个品牌在国内本就不太好卖，并没有赚到什么钱。截至去年年底，斯凯奇和彪马也才只有138和77家门店。另外，奥康旗下还有个自营的康龙休闲鞋品牌，也没啥影响力，到去年底只剩下63家门店。转行失败后，奥康又在2019年学习南极人，玩起了贴牌续命。但奥康的贴牌玩得非常失败，去年上半年这项业务的规模也才1000来万元。其他的，奥康还小规模尝试了一些非鞋类业务，比如投资兰亭集市和康华生物，但显然都不算成功。在这样的困境下，王振涛搞起了小动作，偷偷把上市公司的资金转入自己独立控制的鞋服店，还要求经销商把贷款汇入其个人的账户，实质造成了非法经营性占用超过10亿元。王振涛也因此在事发后被证监会立案。去年10月，奥康国际及相关责任人受到行政处罚，部分高管被警告或辞职。王振涛本人也选择卸任奥康董事长，从自己一手创造的皮鞋帝国辞职。再后来就是视频开头提到的，奥康背水一战，计划收购无锡联合存储，进军芯片产业。不过遗憾的是，这场收购在宣布后的2周被终止了。坊间传闻终止原因是股东之间谈崩了。奥康的故事说完，再来聊聊皮鞋的衰败。谈到这个问题，能讲出很多个原因，什么必须配正装、不舒服、不日常等等。但归根结底，本质上就是一个原因：皮鞋难以创新，无法适应时代发展。皮鞋制造有了几百年的历史，从小作坊到工业化流水线，经历了数次工艺迭代。但无论工艺怎么变，皮鞋的很多元素是固定的。面料方面永远一成不变，亮面配正装，翻毛配休闲，牛羊猪皮是常规思路，羊驼鳄鱼鸵鸟皮就算新花样。大胆的会用蟒蛇皮，但昂贵且小众，改变不了什么。版型方面同样一成不变，孟克鞋的2条横向搭带必须带镀金扣环横跨脚面，布洛克鞋肯定打孔雕花，牛津鞋的系带部分一定严丝合缝，流苏乐福鞋鞋面必有皮流苏，马衔扣乐福脚背必有金属扣，便士乐福鞋面一定开到小缝。翻一翻老照片就知道，哪怕100年前温莎公爵脚上的乐福鞋和我们今天穿的一模一样。哪怕皮鞋鞋底样式也屈指可数，高档鞋是皮底加软木的固特异底，低档鞋是一块炭黑大橡胶。这些要素是一代代皮鞋生产者的固守，因为这就是皮鞋消费者的追求，消费者买的就是原汁原味。设计师不能搞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，否则很容易被批成离经叛道，下场可能更悲惨。试想一下，一双粉色的切尔西，或者一双织物鞋面的孟克鞋，厂家肯定能造出来，但那就失去了灵魂，更没人买了。总之，这些要素困住了皮鞋。相比运动鞋在产品创新上的72变，皮鞋几乎一成不变。创新有限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消费者体验的局限。压脚背、挤脚趾、磨脚踝、卡脚跟，这都是皮鞋100年来改不掉的老毛病。老一代消费者为了保持行头还能忍一忍，但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愿意忍的？可替代的鞋类太多了，而且就连皮鞋最后的阵地职场，现在也被冲得越来越不牢靠。除了一些特殊行业，职场上90%的群体是不需要正装皮鞋的，大家怎么舒服怎么穿，消费者都跑了，
皮鞋的产销自然是好不了。